沈总，所有流程已就位。签字后，系统会在3天后冻结顾先生的所有资产与股权，同时会触发对赌协议，届时他个人会背负上亿的债务。我要的就是他清明。完美婚纱，你和顾承泽一样都是骗子。他骗走了我的7年，而你骗走所有女人对婚姻的幻想。或许你会说我是一个坏妻子，但每一个坏妻子的背后都站着一个把她逼上绝路的好丈夫。沈总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今天是我和承泽结婚7周年纪念日，我提前和苏轼谈妥合同，回来给他个惊喜。先生呢？先生他在楼上主卧。用苏轼的合同做结婚纪念日礼物，承泽一定会开心的。承泽哥，我穿沈总的婚纱，他会不会不高兴啊？我有点害怕。不会的，他这个人最大度了。况且你只是试一下，又没有做什么。承泽，他是谁啊？为什么会穿着我的婚纱出现在我们的卧室？你不是去苏氏集团开会了吗？为什么一声不吭就回来？回答我，他是谁？这是我新招的秘书白若雪。小姑娘做毕业设计，穿你的婚纱找找灵感，别这么大惊小怪的。结婚纪念日，我的丈夫陪秘书在我的卧室试我的婚纱。顾承泽，你觉得这很正常？承泽哥，我还是换下来吧。沈总，你不要生气，都怪我太笨了，没有灵感。承泽哥，顾总才让我穿您的婚纱体验一下的。全城的婚纱店都倒闭了，非要穿着我的婚纱在我丈夫面前找灵感。沈总，我虽然穷，但是也有尊严，请你不要这么说我。石婉欣，你疯了！你竟然打我！这一巴掌是教他，别人的男人别碰。你简直是不可理喻！那婚纱放着也是放着，穿一下怎么了？顾承泽，你看清楚，这是我们的婚房。先生，白小姐的衣服已经收拾好了，夫人的东西已经移到客房了。你说什么？若雪他们家漏水了，所以暂时在你卧室住几天。反正你常出差，住哪儿不一样。原来从婚房到客房只需要一个暂住。顾承泽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解释。1个月前，先生说这间卧室采光好，就让白小姐住了进来，方便她做设计。让秘书睡主卧，顾总，好气魄！你出差3个月，卧室空着也是空着。若雪他们家漏水了，我让她暂时住几天，怎么了？承泽哥，对不起，我还是先搬走吧。我要是早知道沈总这么生气的话，就算睡大街我也不会住进来的。沈总，对不起，我这就搬走。你不用搬，这房子在我名下，这个家我说了算。你名下，房子写你名字是给你体面，不是给你底气。这家里的哪一分钱不是我在付？我的裙子，这
这是你攒了3个月工资给我买的限量款，是你送我的18岁生日礼物。我们的照片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你干的！沈总，对不起，我收拾的时候不小心。沈总，我还是走吧。若雪她已经道歉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顾承泽，这是我们的家，不是你的慈善收容所。沈总，我真不知道这些是您的心头好。裙子料子适合做样衣，我就剪了几刀。照片是我擦相框的时候手滑才这样子的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不小心，这上面的每一道刮痕都又深又狠，你跟我说这是不小心？够了！哎呀，不就是一条裙子一张照片吗？这样的裙子，我赔你100条。顾承泽，你果真都忘了吗？晚香，这张照片把它放在床头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是我最珍贵的宝贝。那你要是看腻了呢？一辈子都不会。顾承泽，你说过的，这都是你最珍贵的宝贝。承泽哥，沈总误会我了，我看我还是搬走吧，省得沈总再不高兴了。沈晚星，若雪她已经道歉了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我要她立刻消失。不可能！若雪的星芒系列对公司和苏氏集团的合作有多重要，你知不知道？她是不可多得的人才。实习生左右公司存亡，顾承泽，你真可笑。半小时，把他开除，否则我亲自动手。若雪，我们走，不用理他，让他自己冷静冷静。7年情深，抵不过新人一笑。时间一到，既然你选择背叛，那我就收回给你的一切。苏总，是我。和顾副总的所有项目，全部转由我负责。沈总好。让顾承泽10分钟之内到我办公室。是。解释一下，这几个公司的盈利项目为什么在我出差期间下滑了40%？是顾副总，他把这几个项目的核心资源和主导权都交给了白若雪小姐负责，但白小姐似乎经验有所欠缺，所以公司蒙受损失，是因为她任人唯亲。初步评估是这样。通知下去，白若雪严重失职，即刻辞退。公司内部全网通告，所有经她手的项目立刻停止，送到我这里全部审计。是，沈总，我马上去办。晚香，你为什么要开除若雪？还跟苏总污蔑我们，说他是借男人上位。沈总，开除我认了，是我能力不足，可您也不能污蔑我的清白啊！难道不是吗？你简直是不可理喻！苏总还说我有今天的成就全是靠你，说我趁你出差包养秘书，是个吃软饭的。沈晚香，你有必要这样说吗？所以呢，是谁让他在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在我的卧室穿我的婚纱？是谁让他一个实习生主导公司核心盈利项目？沈晚星，你不要跟我扯这些。我跟若雪清清白白，
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。况且若雪已经道歉了，你还嫌不够吗？不够，我沈婉欣的东西，他碰一下都是死罪。沈婉欣，你现在就去和我成亲，告诉所有人，你就是因为嫉妒若雪的年轻和才华，所以才故意散播的谣言。陈泽哥，这一巴掌是教你，在我的地盘，轮不到你撒野。沈总，你有什么火就冲我发，陈泽哥是无辜的呀！你打我，沈婉欣，你这是疯了！疯？好，我今天就疯给你看。这是你第一次送我的生日礼物。你要干什么？还给你！这是你第一次出差回来给我带的。够了！这是你给我写的情书，你的甜言蜜语全都还给你。沈婉欣，我们非要闹到这一步吗？顾承泽，我确实爱你，但这并不代表我会永远纵容你。别用我的爱当成你们得寸进尺的筹码，你再逼我，我会亲手毁掉你所珍视的，我们共同拥有的一切。我沈婉欣，拿得起也放得下。婉欣，陈泽哥，保安，请顾先生和白小姐出去。顾总，请。哟，穿别人婚纱，睡别人卧室，抢别人项目，现在终于要滚了？顾总眼瞎，我们可不眼瞎。听说还跟沈总叫板，谁给他的勇气？梁静茹吗？你们说什么？怎么敢做不敢听啊？当别人小三儿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有今天？是程泽哥让我住的，我们是清白的。清白？全公司就你自己信吧？我上班时间聚众喧哗，都很闲啊。收拾好了就走吧，好自为之。是，沈总。沈总，您现在胃病发作，得立即去医院看看。沈婉欣，今日之辱，我白若雪记住了，你给我等着。沈总，我都已经走了，你为什么要推我呀？若雪，沈婉欣，你要赶尽杀绝是吗？沈总，都是我不好，我还是先走吧。若雪，你永远分不清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。让开！给若雪道歉。程泽哥，算了，别为了我跟沈总起冲突了。顾副总，沈总胃病犯了，得立即休息吃药。胃病，那也不是他随意可以伤害别人的理由。赶紧给若雪道歉，然后我亲自送你到医院。你连我为什么得胃病都记不起来。顾副总这次出的纰漏可不小啊。沈总，这诚意还得看你怎么表现。谢谢。王总，实在是抱歉，我干杯，您随意。后续问题，沈氏一定负责到底。急性胃出血，沈总，就是一次次喝酒喝坏的，不能再折腾了，必须好好休养。
顾承泽，如果我说我没推他，你信吗？若雪她这么单纯，肯定不会撒谎。好，很好，我就不该对你抱有期望。去掉监控，今天我就让所有人看清楚，在我面前撒谎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。干嘛啊？这是……真会演。傻子，对呀，他就是自己摔的。承泽哥，我当时真的太害怕了，我以为沈总要打我，我脚下一软才摔倒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冤枉他的，我对不起。没事儿，这不是你的错啊。顾承泽，原来你的眼和心可以一起瞎，所以现在该谁道歉？对不起，沈总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好，是我胆子太小了，才冤枉了您，求您原谅我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沈婉欣，你够了！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就算若雪有错，那也是你有错在先，是你把她吓到的。我给你事实讲证据，你跟我谈感情拉偏架。什么拉偏架？今天是你在苏总面前先污蔑我跟若雪的关系，然后你又大张旗鼓的开除若雪，这些他都没跟你计较，你现在还在这咄咄逼人。若雪，我们先走。可是我沈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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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醒了。公司这几天怎么样？沈总，您还是好好休息吧。说。顾副总他强行让白若雪复职了，并且任命他为高级秘书，现在他们形影不离。沈总安心养病，公司和承泽哥我都会替您照顾好的。他是不是忘了，他能坐上今天这个位置，是因为我愿意让他坐。林助理，召集所有董事和核心媒体，3天后我要召开发布会。沈总，您的身体……照我说的做。是。婉欣，我知道这个世界很大，诱惑很多，但我顾承泽再次发誓，在我心里眼里，从今往后只爱你一人，绝无二心。我也一样，此生不变。从今往后，爱情的废墟上站起来的只会是沈总，不再是顾太太。通知各位，3天后的发布会，我将正式免除顾承泽集团副总裁的一切职务。快吧，副总裁。沈总，这太突然了。顾副总是您的丈夫。是啊，婉欣，你们夫妻一场，要是这么做，他会破产的。我要的就是让他破产。啊！3天后，发布会正式公布。这样是沈总。沈总，
承泽哥说今晚要带我去你最喜欢的那家法餐呢。夫人，您的东西已经收拾好了，搬家公司下午就来。辛苦了，这个月工资会给你翻倍。夫人，您真的不再考虑一下了吗？好了，若雪，别闹小脾气了啊！现在家里的麻烦事情面对顾承泽的背叛，找你竟然会如此平静。原来放下，连愤怒都变得多余。夫人好像真的不一样了，听到先生这样的话，竟然一点难过的样子都没有。石婉星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要去哪儿啊？没什么，出去旅游，散散心。顾副总大驾光临，有事？今天我妈生日宴，在老宅吃饭，你陪我一块儿去。晚上我有重要的事情。什么事儿比家宴重要？妈就想一块儿吃个饭，你非要扫兴。2小时后，我有一场重要的新闻发布会。又是你那些所谓的公事。沈婉香，你是不是觉得你当了总裁以后，这个家最基本的责任都不需要履行了？你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家？你看看人家若雪，天天在公司加班熬夜，陪我应酬吃饭，毫无怨言。你呢？你整天就像个怨妇一样，除了撒泼还会干什么？好，我去。正好最后一次和你们一家吃团圆饭，也算了断。婉星，老婆，我知道你最近有很大的怨气，但是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公司，为了这个家着想，你就不能理解我一下吗？签了。这什么？补充协议啊？怎么了，若雪？承泽哥，我扭到脚了。什么？我好痛！我现在在路边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站在原地别动，我现在就过来。啊，婉清，若雪那边出了点事，我现在得过去一趟。家宴我尽量赶回来，我见你放那儿，我回来签啊。顾承泽，一切是时候该结束了。婉清来了。爸妈，生日快乐。哟，大忙人沈总总算肯赏脸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爸妈，我回来了。胡闹！这是家宴，你带着他来干什么？若雪特意来给妈祝寿的。伯母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你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对不起，承泽哥，伯父好像不太喜欢我，我还是先走吧。别走，别走，今天是我的生日宴，我说了算。不像有些人，整天摆个冷脸给谁看？结婚这么多年，连个蛋都生不出，没资格指手画脚。走走走，我们入席啊！瞧瞧，
这才叫郎才女貌。要是若雪你呀，是我的儿媳妇儿就好了。伯母，您别乱说。不过，缘分这个东西，谁说的准呢？说不定以后真有这个福分呢。妈的心愿，我们一定满足。婉星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和若雪只是同事关系。啊，来，你最爱吃的虾啊，多吃点。第几次，你又忘记和我有关的事情？你吃虾过敏，以后千万不能再碰，知道了吗？顾副总连妻子对什么过敏都不记得。承泽哥可能记错了，我倒是挺喜欢吃虾的。爱吃你就多吃一点。我吃饱了，各位慢用。失陪。来，我们吃。混账东西！婉星吃虾过敏，你忘了？你脑子都装了些什么？我过去看看啊，你先坐会儿，好吧？爸，我工作那么忙，我哪记得住那么多小事？他至于这么小题大做吗？还有，这种场合，你带个外人来合适吗？若雪她不是外人，她比沈婉欣更懂我，更体贴我。就是那个陈婉星，整天摆个总裁架子，她眼里哪还有这个家，哪还有我这个婆婆？我看若雪呀，比她强100倍。沈总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媒体和股东都已到场，发布会半小时后就可以开始了。好，我马上到。爸，你放心吧，他爱我爱得死去活来，他怎么可能离开我？承泽，婉星是爱你，可她不是离不开你。顾承泽，7年了，我曾经以为我们能够白头偕老，原来什么誓言都抵不过时间。现在，我将收回我的真心，从此你我一别两宽。你看看这个家，你看看公司，哪一样离开过沈氏？没有婉星，我们顾家什么都不是。赶紧给他道歉。行，好，我可以给他道歉，但这是我最后一次道歉。我顾承泽不会惯他这臭毛病。你们听说了吗？没听说呀。最近沈总那边出了点事情，稿子都没准备好。是啊。顾承泽，今晚过后，你的梦该醒了。你会知道，离了我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沈婉欣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他居然要跟我离婚！不可能，沈婉欣不可能真的要跟我离婚！逆子啊！你现在立刻去找婉星，去道歉，把婉星给我接回家。找什么找啊？这沈婉欣就仗着自己是总裁，拿离婚当要挟。承泽，不惯他臭毛病，真离了婚，看他找谁去。承泽哥，你别着急，沈总他就是在气头上，想耍小脾气，想让你紧张，想让你多在乎在乎他。对，他就是耍小脾气。再说了，谁还不会犯点错？我手上可是有沈氏集团的股权。他绝对不可能真的离开我！混账！婉星若真是铁了心，你那点股权算什么？
他真是伤心透了，才会做出这样的事。别废话，立刻马上把婉欣给我找回来，道歉。好，我现在就去把他找回来，问清楚。我就不信他真的……婉欣，沈婉欣，你有没有看见沈总？没有。你们呢？有没有看见？没有。婉欣，您好，沈婉欣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你在哪儿？为什么不接电话？感谢各位媒体莅临，我宣布2项决议：第一，即日起免除顾承泽先生集团副总裁的一切职务；第二，收回其名下所有沈氏股权，法律程序已同步启动。沈总，这是否意味着您的婚姻生变？这决定是否掺杂了您的个人情感？顾副总负责的核心项目是否会受到影响？我以沈氏最大股东及总裁的身份声明，所有决定均基于公司利益。顾先生的行为已不符合高管任职要求，收回股权是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必然举措。项目将由更专业的团队接管，一切运营照旧，具体细节将通过官方渠道发布。相关文件将由助理分发给各位，发布会到此结束。婉欣找到了吗？他怎么说？哼，我看他就是故意躲着不见，给咱们顾家使脸色呢。哎，承泽为了公司忙前忙后，付出那么多，他倒好，仗着自己是总裁，一不如意就弄得满城风雨，哼，简直不可理喻。伯母，你别生气，沈总可能是习惯了被人捧着。毕竟他那个总裁之位说起来也靠承泽哥，若是换成普通人啊，也很难坐这么稳吧。你们都给我闭嘴！顾承泽，你拍拍良心，婉欣为了你，为了这个家，付出了多少？而你呢，在家宴上带个不清不楚的人登堂入室，就连婉欣吃下过敏你都忘了？你当时的脑子在想什么？让开！给若雪道歉。承泽哥，算了，别为了我跟沈总起冲突。顾副总，沈总胃病犯了，得立即休息吃药。胃病？顾承泽，你到底有没有良心？你说我总是护着沈婉欣，哎，你知道这些年他在外面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罪吗？他从来没有说过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他白天跑业务，忙公司的事，晚上回来还要照顾家里，他哪有时间休息啊？看来你真是忘了，今天不仅是你妈的生日，还是你们结婚纪念日啊！婉欣，以后每年的结婚纪念日，我都会给你准备礼物的。好，骗人是小狗。是我忘了，我忘了我们的纪念日。伯父，你也别说承泽哥，刚才婉欣姐不也没准备礼物吗？婉欣在1个月前把礼物都给你准备好了。这是天蓝度假村协议。苏总，他不是不愿意投资吗？你简直是不可理喻！苏总还说我有今天的成就全是靠你，说我趁你出差包养秘书，是个吃软饭的。沈婉欣，
你有必要这样说吗？程总，7周年快乐，我爱你。婉晴，对不起。本来他是想给你个惊喜，结果你呢，竟让别人穿他的婚纱，入住他的主卧，毁掉了他的纪念物。你一次次的伤他的心。顾承泽，你一次次的将他的真心踩在脚下。现在你把他弄丢了，你满意了？爸，我知道错了，但是离婚协议书我还没签。他那么爱我，他不会不管我的。执迷不悟，你到现在还做着春秋大梦。好，看我今天打不醒你这个混账东西！老公，你疯了吗？承泽可是咱儿子呀，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啊！那个承泽知道他错了，你就再给他这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伯父，你不要打承泽哥，都是我的错，一切因我而起。你要打就打我吧，我愿意替承泽哥受罚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要不是你，婉欣和承泽能闹到这份田地吗？让开！我让你对婉欣不忠，我让你分不清是非，我让你让外面人迷了心窍。你对得起婉欣对你的好吗？你对得起沈家对你的栽培吗？别打了，别打了！爸，我知道错了，是我对不起婉欣。伯父，你不能这样子对待承泽哥。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伯母，我不走，承泽哥！我不走，承泽哥！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！你把人都给我气跑了！儿子，疼吗？老公，你也太狠了！他再错也是咱儿子呀，下手这么重，要是伤着骨头怎么办？有话就不能好好说吗？好好说，都是你惯的，从小你就顺着他，才惯成了他这样分不清好歹的样子。我今天要是不给他点教训，他永远都记不住。哼！婉欣他那么爱我，他不会真的离开我的，他就是发脾气。等他闹完脾气之后，他肯定会回来，他一定会回来。会的，儿子，我扶你起来，来。顾总，不好了！沈总他刚刚召开了紧急记者发布会。他又要闹什么名堂？沈总在发布会上宣布，说要免除您副总裁的职务，还要收回您手里所有的沈氏股权。不可能，他不会这么狠心的呀！不可能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他凭什么撤我的职？我要去找他。哎，等一下，对不起，顾先生，您不可以进去。睁大你的狗眼，给我看清楚了！我是顾承泽集团的副总裁，给我让开！顾总，您别这样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公告呢？
立刻给我撤下来。还有，去联系法务部，我看谁敢动我的股权。顾总没用的，沈总是以最大股东和董事长的身份发布的正式公告具有最高效力，那些合作商们都已经在第一时间收到了文件和通告，来不及了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哟，这不是咱们眼高于顶的顾副总吗？怎么，被沈总扫地出门了？哼，以前跟你称兄道弟，那是给沈总面子。你不会真以为自己很厉害吧？离开了沈婉星，你连给我们提鞋都不配！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怎么，看清楚，今天这里姓沈，不姓顾，一个靠女人上位，最后被女人一脚踹开的废物！我不光说你，我还敢打你呢！不许动手，不然我报警了！切！顾总，现在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先想办法稳住，只要我能见到沈婉星，就还有转机。可是沈总现在都不见你，我自有办法。承泽哥，你别急，先喝杯咖啡定定神吧。沈总也是耍小孩子脾气，他想多刷点存在感，让你多在乎在乎他，你就别跟他置气了啊。就算离了沈氏又如何？凭你的能力，自己开公司也肯定能红火。到时候就让他后悔去吧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，一直支持你。够了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承泽哥，要不是因为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我怎么可能现在连公司门都进不去？承泽哥，我知道你现在很着急，但是我也是真的想帮你。我可以动用我身边一切的资源，我可以帮你拉投资，我们还可以……好了，若璇，你的心意我明白，但是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。让开！我现在就要见沈婉星。顾先生，请不要让我们为难，你已经被禁止进入沈氏集团任何区域。让开！沈总，顾先生还在楼下不肯走，刚才跟白小姐起了争执，摔碎了咖啡杯，不少路过的客户和员工都在围观，甚至有人还偷偷拍了照片。他还没走？是，要是再这么闹下去，恐怕会影响合作商对我们公司的观感。万一负面消息传出去，对我们以后公司的项目进展也不利。我下去处理，不能让他在公司门口影响秩序，坏了沈氏的声誉。沈总，要不还是我去吧？不用，我下去一次性把话跟他说清楚，省得他又在闹事。让开！等一下。他果然还是放不下我，肯定是听说我在楼下，不忍心看我难堪，特意下来给我台阶下的。只要我跟他好好道歉，说几句软话，他肯定会心软，原谅我的。婉星，我知道你现在还在生气，我道歉，是我不对，但是你没必要把事情闹这么大。先把公告撤回吧，我们回家慢慢说，行吗？我保证，我以后一定都会改掉。咱们别让外人看我们夫妻的笑话，啊！顾先生，我想你误会了，我来不是听你道歉，更不是要跟你回家。
沈婉行，我们之间非要闹成这样吗？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。你未免太自作多情。我来，只是为了清理无关人员，维持公司正常运营秩序。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我最后奉劝你一句，好好查查你身边这位白小姐，看看你不惜背叛婚姻也要维护的人，究竟是个什么货色。你不要在这挑拨离间，若雪她不是你想的那种人，她单纯善良，单纯到要穿着别人的婚纱找灵感，善良到要主动住进别人的卧室，是不是我想的那样？你大可以自己去查，别到时候被卖了，还傻傻的帮人数钱。沈婉行，你不要自己气不过就在这诋毁若雪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是这种人？随便吧，我无所谓了，顾承泽。从现在起，你与沈氏集团再无瓜葛，如果继续再这么纠缠，干什么？我不介意让保安请你出去，或者直接报警处理。到时候你只能在警察局里继续你的深情表演了。沈婉行，你给我放开！你放开！承泽哥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他就是嫉妒，见不得你离开他之后还有一番事业。他越是这样，我们越是要做出一番成绩给他看。还有机会，我手上还有新城文旅这个项目，只要这件事情能成功，我就能翻身。我要他沈婉欣亲眼看着我顾承泽没有他一样能成功，我要让他跪着求我回来。承泽哥，这个项目我跟你了解过全部的流程，交给我，我一定能做好。你真的能行吗？这可不是儿戏。我可以。承泽哥，你相信我，这是我们反击沈婉欣最好的武器。好，我相信你这一次。这些是我全部的钱，千万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承泽哥，这点钱恐怕不太够用啊。可这些是我全部的钱了。伯母那里不是还有一套房吗？只是暂时抵押，等项目成功了，我们不仅能收回来，还能翻好几倍。到时候看谁还敢看不起我们。妈，这是咱们最后的机会，难道你想一辈子被沈婉欣踩在脚下，受她气吗？只要这个项目能成功，我们就能把失去的尊严全部夺回来。可是，妈，难道你不想看见沈婉欣后悔，不想看见她下跪求我们吗？好，妈支持，咱们娘儿俩赌这一把。顾总，出事了！是项目需要追加投资吧？说吧，还要加多少？全亏光了。白小姐她根本不懂操作，把所有资金都投进了一个皮包公司，对方已经卷款跑路了。你再说一遍。我们被骗了，现在账户上一分都不剩了，房子也没了。婉欣，回家吧。还有一些细节需要敲定，明天的谈判才能万无一失。辛苦你了。为了我们的未来，不辛苦。
等一下。先垫点面包，不然一会儿合同还没拿下就喝醉了。晚香，对不起啊，应酬这种事，还要你陪我一起，我真是没有。不许你说这种话。我们一起努力，为了我们将来过更好的生活。我一定会对你好的。晚香，要是你还在的话。承泽哥，谁又惹你这么生气了？钱呢？3000万，为什么2天全亏完了？还有我妈的房子，全都没了。哎呀，不就是3000万吗？亏了就亏了，以后再赚就是了，至于发这么大火吗？不就是3000万？那是我所有的资产，是我最后翻身的机会。你一个月工资才几千块钱，你怎么能说不就3000万？晚香，这都晚上了，中午饭怎么还没吃啊？马上，等我对完合同啊。你以为钱那么好挣是吗？我告诉你，晚星之前为了一个几百万的合同，他整天在公司里面，他熬夜核对每一个细节，他连饭都顾不上吃。你呢？我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你，我把所有的钱都给你，你就是这么帮我的。你哄我干什么？不就是一个项目没做好吗？至于翻旧账吗？你不是没做好，你是根本就没把我的事情放在心里。你的眼里只有你自己。够了！你张口闭口都是沈婉欣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处处比不上她？你看看你自己做的事情，你配跟她比吗？是，我是没她那么能干，那是因为我没她那样的父母。你真以为她那么厉害？不过就是靠着沈家的家世罢了。那她一样比你强100倍，强1000倍。好啊，既然你觉得她那么好，你去找她呀！你看她还会要你吗？你再说一遍！我说，沈婉欣不要你了！立刻去给我查白若雪的底细，特别是她的学历和工作经历，我要知道她到底是什么人。你还有脸回来？你看看你把家弄成什么样子了！把婉星气走，公司自己也待不下去了，就为了一个女人，你把自己给毁了。爸妈，我查清楚了，白若雪根本就不是什么海外留学高材生，她的学历是编造的。你说什么？她原本就是一个陪酒女，后来被富豪包养了，还有她所有的项目、工作经历全部都是编造的，我被她骗得团团转。为了这么一个女人，我把婉欣逼走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就为了一个女人！我说过多少次，别跟她来往，你偏就是不听。现在好了，钱没了，人也走了，你挨欠了。爸，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啊？承泽哥，那些都是假的，是有人要陷害我呀！证据确凿。你还想狡辩？你真令我作呕！我现在就报警。承泽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别报警好不好？我把钱还你，我现在就去凑钱，
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真的不敢了。滚！我们顾家真是瞎了眼，才让你这种骗子进来！赶紧滚出去，不要再让我看到你！爸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伤了婉欣的心。我现在就去找她，我求她原谅我，我一定会弥补她的。好，儿子，你快去把婉欣找回来。咱们家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了，你赶紧把婉欣找回来，找她救顾家呀！哎，要是能来得及就好了。记住，婉欣要是原谅你，你一定要待她好，可千万别再犯浑了。好。是你？好久没见了。我爸特意让我来对接沈氏的工作，没想到负责人是你。确实好久没见了。自从你上次出国以后，算算，到现在也有10年了吧？是10年零4个月。没想到再见时，你已经是沈氏的掌舵人了。你还记得咱们小时候吗？我们2家是邻居，我爸妈还给咱们订了娃娃亲。我那个时候拍着胸脯向你保证，长大了一定会娶你。当然记得，那时候还把最爱的变形金刚送给我，还说要保护我呢。婉欣，你现在还单身吗？结婚7年，刚离婚。那你呢？这么多年，为什么还是单身？年少的时候啊，遇到了太惊艳的人，之后遇到的都不如他。浩宇，你的意思我明白，但是刚结束一段7年的婚姻，我心里有些乱，暂时不想再踏入感情，更不要说婚姻了。没关系，我理解，我明白，我可以等，是1年、2年，甚至更久。只要你准备好了，我都在。我不想再错过你第2次。爸妈，浩宇来了。哎，来。哎，坐。哎，浩宇啊，记得你小时候最爱吃阿姨做的糖醋排骨了，来，快尝尝，看看味道变没变。谢阿姨。记得你们小学时啊，浩宇每次来写完作业都要蹭完饭再走。爸，您还记得吗？那时候啊，他总说我们家的饭比食堂的饭菜好吃。那还不是因为某些人说吃完饭要一起看动画。这一晃都这么多年了。放心吧，叔叔阿姨，我以后啊一定多来看看你们。好啊，以后多来家里坐坐，陪我们聊聊天儿。他是谁？你就是他那个瞎了眼的前夫吧？宁愿护一个实习生，也不懂得珍惜婉欣。你把一个好好的家弄得鸡犬不宁，
还有脸来这闹？不用理他，这菜啊，等会就凉了，就不好吃了。沈婉行，你居然敢背叛我！我们还没离婚呢，你就迫不及待找夏家了？啊？你是不是早就跟他勾搭上了？顾承泽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背叛？在这段婚姻里，真正的背叛者，从来都只有你。是你，在我们结婚7周年纪念日，让别的女人穿我的婚纱，睡在我们的主卧。是你，纵容他，划烂我们的结婚照。是你，一次一次忽视我，一次一次把我的心摔得稀碎。婉行，在这段婚姻里，我耗尽了所有的热情，是你亲手把我推开。现在我想开始新的生活，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？你凭什么指责我？陈泽，你闭嘴！当初要不是婉心非你不嫁，我们就不会同意这门婚事。我们是很看好浩宇的，你现在把婉心伤成这样子，你还有脸来撒野啊！爸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护着外人，我不该忽略婉心的感受，我不该毁了我们这个家。爸妈，婉心，求求你们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行吗？我会好好补偿婉心的，我会把以前欠她的都补偿给她。求你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啊！顾承泽，我不会原谅你的。你做过的那些事，每一件都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心里，拔不掉，忘不掉。我们之间早就已经结束了。爸妈，浩宇，我们继续吃饭，别被不相干的人影响心情。菜都凉了。浩宇，你尝尝这个，妈今天特意给你做的。怎么，还不走啊？是因为有我这个外人在，让你不舒服吗？那我倒是想问问，你当初带着那个叫白若雪的女人参加顾氏家宴，让她依偎在你身边，你看着你妈对婉心冷嘲热讽，你看着你们一家人刁难婉心，那你有没有想过她是什么样的心情？你觉得她舒不舒服？不像有些人，整天摆个冷脸给谁看？结婚这么多年，连个蛋都生不出，没资格指手画脚。瞧瞧，这才叫郎才女貌。要是若雪你呀，是我的儿媳妇儿就好了。你既然不懂得照顾她，不懂得珍惜她，甚至一次一次的伤害她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就由我来照顾婉心。我会把她捧在我的手心里边，不让她受一点委屈。你休想！你休想！住手！这里是沈家，轮不到你撒野。顾承泽，你真是太过分了！你竟然当着我们的面动手打人呢！你这种人就不配站在沈家。爸，我只是不想让别的男人碰我老婆。婉星，你是我老婆，你凭什么让别的男人照顾你？顾承泽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跟浩宇是什么关系？轮不到你管我的私生活，你更没有资格管。离婚协议上我还没有签字啊！婉星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？我知道我以前错了，我做错了很多事情，我会改，我会把我以前错的事情都改过来。那个白若雪，我以后不会再跟他来往了。婉星，我现在只想跟你好好过日子，我求你了。你签不签字都只是走个过场，
宋柯。婉香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我们7年的感情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相信我一次，婉香，婉香。干杯，干杯！程泽，我原谅你了。婉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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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程泽，我原谅你了。婉香，您醒了，您只是低血糖晕倒了，没什么大碍，输点葡萄糖休息一下就好了。是谁送我来的？是不是婉清？她原谅我了？送你来的人已经走了，只留下了联系方式。原来只是一场梦。张叔，张叔，求求你了，帮帮我吧！我知道以前都是我的错，是我眼瞎，是我不懂得珍惜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还是离开吧，小姐现在过得很开心，每天的笑容都变多了。张叔，您看在我和婉欣结婚7年的份上，您让我见见沈婉欣吧。我现在只想怎么弥补她，我会用我一辈子对她好的。7年了，顾先生，你现在的出现只会打扰她的生活，她也该追寻自己的幸福了。是我错了，是我把一切都毁了。要是时光能倒流就好了，我一定。程泽哥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白若雪，你来干什么？我现在已经不是总裁了，我什么都没了，赶紧滚吧！程泽哥，求求你帮我澄清一下，我没有学历造假，给公司造成损失也是我无心之失，我真的不想坐牢，求求你救救我好不好？白若雪，你脸皮还真够厚的，居然来找我帮忙。你只是一个整天靠着和不同的男人苟且而活的陪酒女，却伪装成了高材生，混进沈氏集团，整天有意无意的勾引我。是你害得我跟婉欣离婚，是你害得我失去了她。你现在居然有脸找我来帮忙，帮你澄清，简直是无耻至极！顾程泽，我无耻，你今天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完全是你咎由自取。你胡说！你就是个见色起意的人渣。就算没有我，你还会爱上别人，因为你早就受够了沈婉欣。你太自大了，你自以为是到以为沈婉欣永远都不会离开你，以为就算你伤透了他的心，他还是会捧着他千疮百孔的心放在你脚下，任你践踏。沈婉欣已经走了，他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够了！够了！你说的没错，我是骄傲自大，我是自以为是。我以为沈婉欣她不会离开我，我以为我做到沈氏集团的副总裁是靠我自己。我错了，我错得一塌糊涂。但是我已经付出了代价，我会用我一辈子的时间去忏悔。但是你，白若雪，你不一样，你已经没机会了，就等着把牢底坐穿吧。程泽哥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毕竟我也是真的爱过你。你就看在我跟了你这么久的份上，救救我好不好？滚开！我告诉你，你再敢胡说八道，我让你好看！顾程泽，既然你不仁，那就休怪我不义。大不了咱们同归于尽好了。沈婉欣，真
什么你什么都有，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。下面我宣布，获得年度最具影响力优秀企业家的是沈婉欣女士。婉欣，你真厉害！以往这个奖项，那都是50岁往上的老企业家，你是30岁以下的头一个。沈总呀，看着年纪不大，能力可真是不一般呢。是呀，可真是年轻有为啊！我家儿子如果有沈总一半，我也能省心了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沈氏企业作为科技板块的龙头企业，日后一定会带领整个行业越战越勇。恭喜你，婉欣。哇！想当初那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，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女企业家。我印象中啊，你还是那个小姑娘。看来我得改变一下自己脑海中的印象。恭喜你！这谁啊？好眼熟啊！他好像是之前沈氏集团的副总。哎，前段时间不是还被沈总给罢免了吗？知道他从沈氏出来之后啊，又弄了个公司，结果赔了3000万，简直就是草包一个。离了沈总，啥也不是。顾承泽，你来做什么？上次你大闹家宴，把伯父伯母气得好几天都睡不着，伯母甚至因为你都住了几天医院。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婉欣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。他已经破产了，不是企业家了。这是谁放进来的？赶紧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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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这个草包，当初把沈氏重要的核心项目交给一个来历不明的小员工，最后搞得沈氏差点破产。这种蠢货根本不配出现在这儿，赶紧出去！居然为了一个小员工，把这么厉害的老婆都能弄丢，他真的脑袋里缺东西吧？给我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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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就是我当初义无反顾要嫁的男人，花了7年时间，想把他修炼成我理想的模样，给他资源，给他副总的位置，可是他不中用。婉欣，看到了吧，这里没有人欢迎你，你走吧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。婉欣，我知道我以前做错了，我也知道我不配让你原谅，我知道我即将永远的失去你，但是你放心，从今往后我都不会再纠缠你。我今天来是想恭喜你的。据我所知，你和一个小员工一起创办了一家公司，你甚至连自己所有的身家都搭进去了。你现在成了失信人员，就连飞机都坐不了。你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，你现在一无所有，你当真是来祝贺婉欣的？是真的，我真的是来祝福婉欣的。婉欣，我知道我以前做错了很多事情，我现在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，虽然挣的不多，但是债一天比一天少。我知道我以前很自大很自负，但是我现在脚踏实地的工作，我相信凭借我的努力，我一定会和婉欣的差距越来越小。我今天真的是来祝福你的，婉欣。我能最后和你握一次手吗？我能有今天的成绩，背后离不开你的支持。是你本身就优秀。工作上我们是战友，生活上我们是夫妻，我们一起加油。郭先生，祝你以后越来越好。我们走吧。其实这份离婚协议我早就签了字，却始终舍不得给你。
我还抱着幻想能挽回你。现在看来，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罢了。婉香，我真的不想失去你。婉香，我真的不想失去你。这段时间你累坏了吧？我订了一家温泉酒店，晚上我们一起去放松一下，你意下如何？好，你订的地方都好。那这样，晚上我们接上伯父伯母一起去。我知道伯父膝盖疼，这温泉呢，对于治疗膝盖疼痛有奇效。婉香，我该怎么样才能留住你？沈婉星，上次没要了你的命，是你运气好，这次我就不信你不死。顾承泽，你不但不帮我，最后抛弃我，侮辱我，我要让你尝尝失去挚爱的滋味。万事小心！婉香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非常后悔，请允许我为你做最后一件事，我愿意用我的性命作为对你的补偿。怎么回事？车怎么动不了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没事吧？保安，带他下来。沈婉星，你给我的车动了手脚。同样的错，我不会犯第二次。同样的事情，你已经对我做过一次了，我不会给你第二次撞我的机会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总算拿到了，不愧是世界顶级设计师的作品，确实不一样。送给承泽做生日礼物，他一定会喜欢的。哎呀，婉星姐，看你这个样子，怕是不能陪承泽哥哥过结婚纪念日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有我呢。我呢，就勉为其难的帮你陪承泽哥哥过纪念日了。嚯，这个是送给承泽哥哥的吧？我帮你交给他了。我想不出来，我身边除了你，还有谁会用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伎俩？我的安保集团早就查到了你，你之所以现在还可以站在我面前，只不过是为了引你现身。早就知道了是不是？所以你给我的车动手脚，等着我上钩。沈婉星，今天算我输，但是你沈婉星就是该死。够了！我就没有见过像你这么无耻的人。要不是婉星心地善良，你以为你能出现在这里？勾引有妇之夫，装可怜博取关注上位，破坏婉星的家庭。我告诉你，你这样的人才该死！是你该死！
那场车祸竟然是你干的！白若雪，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恶毒的贱人？我真是瞎了眼。曾经我真的以为你是个家庭贫困的大学生，我才破例把你招进沈氏集团。你连沈婉欣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。我哪一点比沈婉欣差？他就是比我会投胎而已。要不是他有一对有钱的父母，他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实习生，嫁给最普通的职员。我才是副总裁夫人。神经病！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，但是可以选择以后的路怎么走。我沈氏集团的高层里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从实习生一步一步走上来的。你心术不正，好逸恶劳，以为攀上顾承泽挤掉我，成为副总裁夫人就能一步登天。但你不知道的是，人只有靠着自己的努力，一步一步爬上来的位置，才真正属于你。靠别人获取的，早晚有一天会失去。你所谓的能力，只不过是靠着在夜场学习讨好男人，如何拿捏男人为你花钱。你把商场看得太简单了，以为靠几个 AI 文案，客户就会为你买单，简直蠢笨不堪。婉欣说的没错，你以为顾承泽把你留在身边当贴身秘书是你的能力？我告诉你，是他吃惯了山珍海味，想吃屎，所以才把你留在身边。你要是真有能力，他的公司啊就不会破产到只剩裤衩子。你这样的人，连我林氏的门都进不去。我说够了！既然你们都看不起我，那就都去死！那就都去死！白若雪，当初你在沈氏集团仗着顾承泽撑腰，私用公章挪用公款，这些事情我都有证据，会一一跟你清算。你胡说！你胡说！我没有。像你这种垃圾人，就只配待在垃圾地方。要不是因为顾承泽，你这辈子都不可能踏进我沈氏大门一步，更不可能和我说上一句话。以为靠上这种垃圾男人就能一步登天，痴心妄想。把他带走，别脏了这块地。把证据给律师，他知道该怎么做。我也算是帮你实现了梦想，让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了。白若雪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婉欣，你也算是罪有应得。承泽哥，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呀？当初是你说的，我是最听话、最乖巧、最有能力的员工，我的贴身秘书的职位也是你给的。你说了，你跟我在一起，感觉十分的安心。也是你告诉我，说要无条件支持我的梦想，你还把婚纱拿给我做毕业设计。我没有说过，更没有做过，你不要在这胡说。走吧。婉欣，我没有说过，婉欣，我真的没做过。喂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管家来电话说家里来客人了，回去看看。伯父伯母，请用茶。婉欣啊，我们是来给你道个歉的。不用了，我跟顾承泽结婚7年，我知道伯母之前对我有诸多不满，现在好了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婉欣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有眼无珠，放着你这么优秀的儿媳妇看不到，却为一个人渣堆里出来的小太妹蒙蔽了双眼。妈真的错了，
只要你回来和承泽好好过日子，妈一定掏心掏肺的、当牛当马的对你，好吗？哎，承泽那孩子呀，被我惯坏了。我以为他本性不坏，但没想到他竟然这么欺负你，是我这个做父亲的失败呀。承泽他也知道错了，他已经辞退了白若雪，配合调查让他坐了牢，而且他刚才拼了命的想要救你。你们7年的感情不能说散就散的。我们还是希望你和承泽能和好，毕竟夫妻还是原配的好。晚霞，你就给承泽和你妈妈一个机会，好吗？晚霞，给我们一次机会，好吗？你们是长辈，我尊重你们，但是我和顾承泽已经不可能了，希望你们也尊重我的意愿，好吗？承泽他现在的情况不是很好，要是他真有个3长2短，我们可怎么活呀？晚霞，看在你们夫妻7年的份上，能不能……我之前是很爱顾承泽，但是他已经彻彻底底的背叛了我。我的爱有底线，有尊严，容不得任何人如此践踏。成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，错了就是错了，没有任何人有义务等着他迷途知返。这件事究竟是承泽不占理呀？晚霞，顾家这些年亏待你了，我一定让承泽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。晚霞，你和承泽结婚这几年来，因为我没让你过几天安生日子，看来我真的没福气，让你当我的儿媳。人总要向前看的，对吗？刚才吓死我了。得了吧，几千亿的盈亏你都面不改色，什么东西能吓到你啊？我是怕你心软，然后又回到顾承泽的身边，这样我就彻底没机会了。不许离开我。怎么了？7年的婚姻走到最后，居然是这样的下场。7年前，我穿着最美丽的婚纱，踏进我狂风骤雨般的生活。从今天开始，彻底和过去告别。顾承泽，再见。哎呀，这是婚礼的迎宾海报，忘拿了。哎，顾哥，辛苦你送一趟。好。哎，打开看一下，别拿错了。啊，没错了，沈氏集团的大小姐和林氏集团总裁的婚礼，千万不能出差错。顾哥，你快去吧，这单做完，奖金可不少呢。沈氏大小姐和林氏总裁真是门当户对。确实，
他们俩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先生，你要来杯红酒吗？下面，请2位新人喝交杯酒。祝2位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好，恭喜啊！好，恭喜啊！恭喜你好喝呀！我不想喝这个酒，我想喝的是7年前那杯交杯酒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他们说的没错，你确实和林先生是郎才女貌。来，新郎新娘抱一抱啊！好，来看我这儿，好，笑一笑。婉香，我顾承泽这辈子最荣耀的事情，就是我女人的名字叫沈婉欣。我们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都要在一起。我们要生生世世在一起。婉香，我从来没想过你会真的离开我，我以为你会一直在我身边。如今，你已经成为了别人的新娘，都怪我，是我把你弄丢了，是我拿着一颗沙粒当成钻石，却把真的钻石放在一边蒙尘，掩盖了它的光芒，都是我的错。啊，你是新娘的朋友吗？看着有些面生。啊，你是新娘的朋友吗？看着有些面生啊。算是吧。我就说嘛，我好像没见过你。我是浩宇的表妹。啊。他们俩呀，已经认识好多年了。他们俩从小就是一块长大的。那时候沈家和林家都是刚起步的阶段，住的还是小楼房，都是楼上楼下的邻居。婉欣小的时候，我哥就总说要娶她回家。啊，我没听婉欣说过。不过天意弄人，我表哥他们一家早些年出国打拼，等我哥回来，我那准嫂子已经嫁人了，嫁的还是一个不入流的暴发户的儿子，你说气不气人？不过这感情不讲先来后到，好在最后结果也是好的，他们2个人现在也算是圆满了。圆满。顾总，希望我们的合作可以圆圆满满。沈总真是又漂亮又能干。我冒昧问一句，你有男朋友吗？这跟我们的合作没有关系吧？如果你没有男朋友，可以给我个机会吗？我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喜欢上你了，你简直就是我的理想型。当然，如果你没这个意思，当我没说。我喜欢你的勇敢，想让我做你女朋友的话，看你表现吧。其实，我原本也会有个圆满的结局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不过还好，那个暴发户家的儿子以为自己能娶上这么优秀的老婆，是自己有本事，最后甚至因为一个假装高材生的陪酒女，整天为难我嫂子。不过最后终于离婚了。要是沈婉欣不离婚，我这个表哥怕是要孤独终老了。他结婚也算是解决了我们这个家族一件大事。那他那个前夫还真是个蠢货。不过说来也奇怪，我嫂子最新的企划项目叫成语企划，也不知道为啥。你说什么？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，只是刚刚在那边闲聊听来的。这个企划关乎着沈家未来5年的经营项目，企划的名字好像和他那个渣前夫有关。哎，也不知道我这个嫂子是不是真的放假了。我表哥要是知道，我嫂子心里还记挂着那个前夫，恐怕要伤心死。希望没关系吧。太感谢你了。啊？怎么了？谢谢你，就算为了这个橙子，我也要再争取一下。莫名其妙。有请新郎新娘入场。
婉星能跟浩宇修成正果，这真的是太好了。是啊。林浩宇先生，您是否愿意成为沈婉星小姐的丈夫，用一生爱护她、保护她，无论生老病死，不离不弃？我愿意。沈婉星小姐，您是否愿意成为林浩宇先生的妻子，与他携手一生，白头偕老，无论生老病死，不离不弃？我愿意。现在，请二位新人交换戒指。婉星，你终于要嫁给我了，你终于成为我的妻子了。你小时候总说要娶我，没想到小时候玩得过家家，今天竟然成真了。婉星，我爱你。等等！这谁啊？穿着西装，拿着手捧花来捣乱的吧？我想起来了，他就是之前沈氏集团的副总，新娘的前夫。沈氏集团不是早就把他开除了吗？而且因为一个陪酒女，两人已经离婚了。那他弄这一出是给谁看呀？分明就是在恶心人。顾晨泽，你来做什么？一次又一次的缠着婉星。沈家的家宴，婉星的颁奖礼，这些也就罢了，这是婉星的婚礼，是你最不应该来的地方。他已经和你离婚了，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你要是再缠着婉星，我对你不客气。顾承泽，你和婉星已经离婚2年了，你和婉星结婚的7年里，你不好好待她，现在她找到自己的幸福了，你非要生生的拆散吗？在这结婚的7年之中，我沈家未曾亏待你，给你副总的位置，给你顾家各种的资源，你是怎么回报我沈家，怎么回报婉星的？你弄了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，成天欺负恶心婉星。你妈嫌弃婉星不生孩子，当着婉星的面说你和那个野女人更合适。好啊，婉星现在离开了，给你腾出了位置，你还要怎么样？保安，把人给我轰出去！等等，伯父伯母，我今天不是来捣乱的，我也不想破坏婉欣的婚礼。我只是知道，如果我今天不这么做，我一定会后悔一辈子。婉欣，我今天来，只是想最后问你一句话。顾承泽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2年前的离婚协议写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我没有将你的破事公之于众，已经是我对你最大的仁慈。白若雪挪用公款、私用公章，这些事你桩桩件件都有参与。如果你再不依不饶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我知道，婉欣，我知道都是因为你大度，否则那几年我那样对你，按正常来说，我根本没有机会站在这儿。但是婉欣，我们曾经也曾有过美好的过去。你曾经说过，我是你这辈子唯一的爱人，永远的唯一。婉欣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承泽，你是我此生唯一的爱人，永远的唯一。顾承泽，我当初确实认定你是我唯一的爱人，但爱是相互的。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我，是你背叛我们的感情，是你
亲手将它揉烂撕碎。我是很爱你，但是我更爱我自己。你今天穿成这样，出现在我和浩宇的婚礼，让我们难堪。你真的很恶心。你快走吧，我现在对你无比厌恶。行了，你快走吧。在一起的时候不好好爱惜，现在失去了，要死要活给谁看呢？婉星，林浩宇给你的我也能给你。我可以学着洗衣服，我可以学着做饭，我可以好好照顾你，我也可以等你很多年，甚至一辈子。我不会比林浩宇的爱少，我只会比他多得多。我求求你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？顾承泽，迟来的深情比草贱。我对你的爱，对你的喜欢，已经在那7年中被一点一点的消耗殆尽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我找到了更爱的人。等等，婉星，我不相信你一点都不在乎我，否则你为什么会把那么重要的企划案名字取名为成语？你用了我的名字，所以你心里面还有我，对不对？啊？顾承泽，成语的意思是承载着我和浩宇美好的未来，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你心里面一定还有我，哪怕只有一点点。顾承泽，破镜难圆，镜子碎了，无论你再怎么修复，都是会有裂缝的，不可能回到从前。有些东西丢了，不要了，是没有办法挽回的，没有人会站在原地等你。现在，我只想和浩宇一起，好好经营我们的生活。你好自为之。婉星，如果能重来一次，我一定会好好呵护你，疼爱你。可是世上没有后悔药，婉星。